1997年诞生到现在，中国的拳皇九七已经存在了近25年了。不过它的发展阶段呢，却很容易划分。2009年之前的拳皇九七和2009年之后的拳皇九七，至于为什么我会这样来划分呢？后面我会详细解读。09年以前的拳皇九七，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群雄逐鹿。在网站兴起之前，中国的拳皇九七界其实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霸主的。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对那些牛逼的高手们一无所知。当时的情况从地理来分析，可以分为南北两部分来说。南方经过多年的混战，群雄逐鹿之后，基本上确定了三大南方高手，三分天下的局面。以长江为分界线，当年南方拳皇九七高手最集中的是两个区域，一个是江浙沪，一个呢广东广西算一个。两个区域分别代表了中国南方的拳皇九七最强音。江苏南京的秦红不仅打服了南京当地的一众高手，还在江浙沪一带的大小比赛中屡战屡胜，成功登上了当地第一高手的宝座。而广州小孩成名已久，无论是拳皇98还是97，都是顶级高手，曾经在当地的挑战赛上挑战各路高手，结果小孩把这些人全部打服了，创下了连胜100多局的记录，并且在广东、广西各大比赛中屡屡胜出，没有败绩。这也引得湖南、湖北的高手经常以交流或者是比赛的名义与其交手，得出一致结论：小孩货真价实，没有水分。而说到另外一个高手，广西柳州的 TT， 其实早期并不能算上三大高手之一，但每个传奇都会因为机缘巧合成为登基的垫脚石。这期间确实发生了几件拳皇的大事，让他荣登三大高手之列。这个我一会儿会讲到。相对南方的江浙沪和广东、广西两大区域的纷乱复杂，北方的情况就简单很多，就一个沈阳，而且东三省还有很多其他的拳皇高手，但是大本营就在沈阳。这里拳皇高手众多，拳皇氛围浓厚，而且风格呢也都很独特，许多拳皇的开创性打法和人物也都是这些玩家首先创立的，比如龙二啊、神乐呀、猴子等等。甚至当时的神话 L 的不知火舞非主流的打法，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所以东北的沈阳虽然代表东北孤军奋战，但高手层出不穷，风格也多变，整体实力非常强大。曾经有个说法流传甚广，如果中国的城市进行拳皇97 PK， 都选3到5个代表，结局可能不好说。但是如果选10个或者更多的高手参战，10个、20个，甚至50个，直接户口本压沈阳胜利。本来长江以南的高手和东北高手因为地理限制的原因很难打到一起，都是在网络上打嘴仗，争论个输赢。毕竟大家都没有机会经常聚到一起真刀真枪的干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大家都有一较高下的想法，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。其实一直以来啊，南方的高手都以单个高手代表一个城市的97水平，比如南京的秦红、广州小孩、柳州的 TT， 但是东北高手基本上以一个整体出现，因为高手实在太多，风格也多变，错综复杂，互有胜负，没有哪一个能稳吃所有人。加上他们又经常南下入侵京津冀地区，包揽各大比赛的冠军，北方各地早已被沈阳军团征服，统一了北方的拳皇97江湖。这时拳皇界发生了2件大事，第一件，2007年广沈之战。中国最北方的沈阳军团和最南部的广西互相不服，进而在湖北拳皇高手的撮合下，在中间城市武汉进行开枪对决。北方高手经常相约去北方各个城市交流，甚至还会去到南方交流。比如05年左右，王军就和几位东北玩家来到重庆交流，因此对于全国拳皇的实力比较了解，也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。而广西就觉得你吹得再凶也不用，有没有实力过了招才知道。有多少外地来的号称无敌的玩家来到我们这里，也被我们广西打得找不到北，因此大战一蹴而就，大家都欣然前往。这是中国拳皇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线下城市对城市的开枪战役，过程大概就是沈阳派出王军、武王、唐亮、陈露一众高手，
广西的风波、TT、JTL、阿志、飞行员等也代表了广西的最高水平。与武汉当地高手和南京高手交流过，比较了解南京的水平。当时武汉高手鸭王、黄奕等人和东北高手对战之后，就发现不对。这群北方人攻击凶猛，打法诡异多变，整体水平甚至在南京之上。广西高手可能要翻船，所以就好心劝广西高手，要不开枪金额小一点。不过广西人的态度很明确，我们千里迢迢都来到这里了，哪里还有退缩的道理？他们也是在中国南方和广东齐名的拳皇圣地，就是要来试一试东北高手有几斤几两。结果在第一天的对战当中，东北帮就打爆了广西高手，唐亮一个人就把广西军团挨个打服。后来被秦红和 TT 广泛使用的山崎龙二，也是拜东北军团所赐。广西众发现完全打不过，因此决定走回上策，在还没有打完比赛的情况下逃走。本次南北对决以东北帮的完胜告终。南京、沈阳、北京枪战，东北军团打爆了广西，而广西是和广东并称的南方拳皇圣地，因此东北军团觉得南方不过如此，所以不久就在网上和南方又发生了口角。争论东北军团是否能代表中国第一。作为南方的拳皇97圣地，对于北方认为的东北高手无敌论，南京肯定是不服气的。所以双方约定借地北京进行一场旷世对战。南北对决到底是南方拳厉害还是北方拳厉害？大家都拿出身家性命一搏，证明自己的城市才是真正的拳皇97第一场。过程和结果也非常戏剧化。秦红带领的南京众高手和陈露带领的北方众高手，携着狂掠广西的余威大战南京。经过几天几夜的拉锯战，打得你死我活，经历了5对5、3对3各比赛，双方各出现了一位力挽狂澜的救世主。首先是南京方面并不是第一高手秦红，而是张学友。在南京方面出战失利的情况下，张学友力挽狂澜，拯救南京于水火之中。这一胜利其实非常重要，因为第一天如果输得太惨，很有可能进入广西的境地。后面士气全无，全程被沈阳压制。但是张学友的爆发式发挥，让南京和沈阳再次回到了同一起跑线。而后面沈阳的王军发挥了类似的效果。当南京强势的时候，王军带着他的三七龙二把南京各大高手一顿抽，最后结果居然是戏剧化的平手。这个结果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想到，不过也都见识了对方的实力。至少在各选5人的团体对决当中来说，南京和沈阳是不分上下的。当然了，理论上来说，如果选择更多，比如说10个人或者20个人的对战，当时的沈阳军团应该是无敌了。毕竟王军的龙二就让南京玩家很不适应，而对战广西时的第一功臣唐亮，他的龙二更是出神入化。可惜这次对战南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北京战斗，更不用说辽宁省的其他高手。而07年如果沈阳再来和广东开一枪，那么城市对决就完美了。这样沈阳就以一己之力对战了南方3大拳皇圣地。不过如果沈阳和广东对战，结果可能是沈阳对广西的战斗差不多，因为当时就97水平而言，广东就一个小孩能拿出手，整体而言都没有广西的实力强。在团战方面很难战胜沈阳，如果打了，沈阳就是毫无争议的中国拳皇97第一城了。不过历史没有假设，事实就是2007年落幕了，沈阳在大小对战里实现了5败绩，完美收官。